最近呀，日本出了一个舆论很关注的案例，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在日本，你把手里的美元换成欧元，全程1日元都没有摸到，税法照样说你赚了钱，而且赚的是日元，国税加上地方税，顶格大约要交55%的税，这还没有算负薪税。令和8年6月16日，最高裁第3小法庭确认了现行法律支持这笔征税，5名法官全员一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桩官司，顺便也有一些我对税法的看法。这里是花算理，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当然，我要先打个预防针，最高裁也知道这次的判决结果成法的话，可能会引发大问题。他们的官方发言显然是不希望把这个判决直接作为判例沿用的，而是强调他们是按照现行法律当初的初衷来判决。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应该要由国会补充立法。所以这期视频仅仅是在说现状，不是说税务机关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查你这部分的税。具体怎么推广执行，现在是在等国会意见。但是同时，最高裁的判决当然是参考判例。现在的真空期内遇到类似情况的话，应该会参考这次判决。先说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首先，任何正常的国家当然都会对外汇盈利征税。比如1美元换100日元的时候，你拿100万日元换成1万美元，过几年1美元涨到了160日元，你再换回日元，到手160万，多出来的60万在日本叫做违替差异，归在所得税的杂所得名下。当然，过去大部分人的理解中，这份收益要换回日元时才算落袋，这份收益计入落袋当年的投资收益，这个符合一般的直觉。但是其实这个长期习惯本身就和现行法律不符，因为投资收益申报的税不是走的杂所得。这次讨论的问题比这个习惯错误更加麻烦，就是你如果不换回日元，而是把美元换成了欧元，或者直接拿去买美股了，这中间算不算赚了钱？这就是这次的争议所在。日本没有关于这种情况的明文规定，最后这个案子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在日本生活的话，大概知道日本税务的这个杂所得是有点麻烦的。日本的所得税把收入分成了10类，工资、事业、不动产、退休金，这些各有各的格子，剩下的哪个格子都塞不进去的，大体就是杂所得了。所以违替差异、加密货币的收益、难以界定的境外赌博收益，这些一般都算在这里面。打这场官司的是一个住在日本的富豪，2014年他往一家瑞士金融机构汇入了合计105亿日元，然后签了一份一任运用委托，把这笔钱全权交给了对方打理。到了2015年底，金融机构拿着这笔资产在外币之间换来换去，也用外币买了同币种计价的证券，每一笔什么时候换成什么都不是这位日本富豪本人决定的。报税时他主张这些还没有产生应税所得，然后2018年涉谷税务署审查补税，认定其中的9亿日元是应税的违替差异。富豪申请再调查，东京国税局驳回了部分涉谷税务署的意见，但是对于刚刚介绍的2014年的那部分维持原判。那富豪依然不服，他的理由听着也不荒唐，就是他这笔钱还没有换回日元，汇率风险还没有出清，凭什么算他确定收益了？而最高裁支持的国税局意见是另一套逻辑，乍听起来可能不太合理，但是其实也是合理的。最高裁的意思是，日本税法本来就是以日元为单位记账，外币交易要按当时的汇率换算成日元，某笔外币被换成了另一种外币，或者换成了同币种的证券的那一刻，它相对日元的波动的经济价值就被新的资产固定下来了，取得新资产的权利也随之确定。于是那个时点的日元换算额就是所得税法36条所说的应当收取的金额，也就是当你把美元换成欧元的那一刻，税法上已经结了一次账。至于你觉得还没有换成日元落袋为安，那只是你心里没有把它当成日元，完全是你个人的事啊。听起来可能有点无耻，但是其实这是合理的。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如果这位富豪不是日元换美元，美元再换欧元，而是先日元换成美元，过了几年日元跌了之后，拿美元去买了在美国上市的日本国债，是不是逻辑一下就通了？在你把这笔钱从美元换成日本国债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另一次投资了，所以上次投资收益也就了结了。事实上，富豪的这笔钱现在确实是美元、欧元和外国股票，所以此案真正的焦点就在这里，那就是美元换欧元时是不是另一次投资行为。富豪就一再强调，这笔钱对于他而言是瑞士的机构在一任运用委托进行过程中替他换汇的，不是他本人的操作，怎么能算另一次投资呢？而法庭没有采纳他的主张，而是
认为在税法上谁的手指按下的交易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那笔钱换成了另一笔钱的一瞬间，以日元计价的账面价值产生的损益，差额就实现了。你知不知情，有没有主观意愿，那得是适用其他情况才要考虑的。当然，这个判决一出，纷争就开始了。投资人们根本不能接受，如果这套逻辑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日常操作的外币换外币、外币买外币证券，每一次都要查当时的汇率，然后再换成日元算一次。税收成本高成这样，那收税双方还怎么可能认真对待？那不就成了大量违法随机抽罚了吗？这不成独裁体制了？而且违替差异进了非分离杂所得，原则上要和工资合并算总所得，所得税累进从5%到45%，加上住民税大致1成，顶格55%，可能还要另算复兴特别所得税。但日本国内的股票、信托、FX 等等投资，一般都是走的税率20%出头的申告分离杂所得。同样是投资赚的钱，持有外币赚的这部分却要交高出一大截的税，这就很奇怪。据说当初富豪是想过认了这20%税率的投资收益的，但是被要求按照杂所得交税，他才决定打官司主张这笔收益还没有确定。而且还有个更拧巴的地方，同样是换外币赚汇率变化的钱，在日本做 FX 交易是被明文规定了走20%税率那个申告分离的投资收益。按照这次判决这个逻辑套用到日本本土做外汇交易的话，就变成了完全相同行为的税率会因为你勾选外汇保证金还是外汇现货而不同。大投资者们表示，我们万一勾选了外汇现货，税率就要从20%追涨到55%。那小投资者们按这样算进杂所得，应该只课税15%，还能减税，税务机关一直按20%收的，也没有见什么时候还给人家呀。然后普通杂所得还有一个坑，那就是钱稍微多一点就很难抵税，因为是和工资这些一起算的。而且虽说杂所得不超过20万日元是不申报国税的，但是地税没有这个豁免。虽然实际上低于20万时，地税也是基本懒得管你，但是习惯使用的投资交税不是这样算的，因为有赚有赔才叫投资嘛，只赚不赔和只赔不赚，那他妈一个叫寻租，一个叫奴隶。所以投资收益可以每年核算，亏的那些投资可以作为成本抵扣赚的那些投资的应税额。但是杂所得这部分应用在投资行为上，几乎就成了赚了的时候平白给政府分一半，亏了的时候全是自己亏的，投资成本还全是自己的钱，这不是赌博税的玩法吗？那这个判决作为判例的话，那就变成了 FX 投资这种纯汇率赌博行为的税率是按照投资税算的，反倒是现货换汇行为可能要交赌博税那么高的杂所得税，这还有天理吗？这个时候可能有人想，我又不是去瑞士开户大额操作的有钱人，我都是在国内券商开个特定账户，选源权征收，券商会替我处理好这些东西的。但是这里又有个小小的斗知识，其实法律定义上的特定账户是替你管证券买卖的，所以不等于所有的外币取得成本和违替差异都适用。比如你用你原本就有的外币买外国股票，或者外国股票卖了拿到外币，过阵子再换回日元，理论上特定口座都只覆盖了股票损益的那一部分，你等的这段时间的汇率波动可能就成了和工资一起算税率的杂所得了。当然实际上现在也不用担心，国税局也没有那么无聊来跟我们这些小虾米较这个真，你就按最终价格减去最初价格全部划进特定口座，肯定就算是良好完税了。这就是这次最高裁做完判决之后对国会喊话，要求完善这方面法律的原因。最高裁认为这个判决所带来的日本的做法其实和大部分发达国家是一样的，只是日本缺了明文规定。因为大部分国家也是对换汇收益征税的，但是不对生活换汇征税。区分的方法可以是换汇之后赚了多少钱，可以是换汇金额和操作时间综合考虑。总之有这个标准，基本就不会出现我在上面说的那些离谱问题。但是日本就是缺了这个规定，而日本的这个规定之所以一直出不来，也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一直以来日本的所得税只接受日元计算，不接受其他货币计算。同时日本又是不限制外币持有、买卖和投资的国家，这就使得对此规定的权衡变得很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导致现在日本的税务居民去海外投资平台开户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日本税法上缺少了这个桥接，又要应用复杂的杂所得，现在日本的散户能够拿出来投资的钱还越来越少了，导致很多欧美平台对于日本税务居民设置了越来越多的特殊限制。最高裁呢，虽然是5人全票通过了这次判决，但是也借参与此案的几
位法官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由审判长主导的案件补足意见中表达的意思是，今天这次判罚建立在现行法律没有专门规定违替差异课税的前提之上，故而只能拿所得税法第36条、57条之3这些一般规则来解释。但是在外币投资和国际交易已经成了不少日本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今天，所得税的计算是不是还必须以日元为基础，本身就是一个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即使立法机关认为应该维持日元基准，也应该尽快补足差异的实现时期、收入金额、必要经费、计算方法、例外条件这些明文规定的不足部分。那最高裁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基本上你也不用担心国税局会以此案判例为理由来找你抽汇率的杂所得税。这个10年老案虽然是在上周才刚刚落下帷幕，但是能在今天成为日本的热门话题，主要还真是如最高裁所说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不少日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随着日本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强调沉睡的2000兆日元该醒醒了，推出了很多利好散户投资的政策，确实这笔居民储蓄中的一半都进入了投资市场，所以现在这个案子的判决让很多人有危机感。大家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现货换汇的利润还要交税，其次之前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分割记录自己的这部分损益，第三现在他妈什么资金流动都电子化了，应税人自己没有记，反倒国税局可能有完整的记录，所以综合起来大家都担心自己要被打上偷税漏税的标签。现在日元跌成这个样子，反而还要因为日元跌了而交税，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山拓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上增苗呀。虽然我觉得暂时是不用担心这些的，但是既然已经这么判了，即使说了这些补充的话，作为最高裁的判决肯定还是会对法律执行有影响的。那具体后续面对更广泛的案例会怎么操作，可能过几个月就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这期话题观众们喜不喜欢，因为这是真正完完全全只有在日本生活的人才能体感的话题了。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做这些在不止日本系列之外的纯粹日本生活的内容。总之认识深山更深处，也因无际必争谣。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呀。我们下期再见。